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，很高兴你在这里。希望当你听到这期节目时，你能放松、微笑，也能学到一些有用的中文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真实生活里的中文，在旅行、工作还有日常生活中，你真的会用到的句子。我们不用太复杂的语法，也不用太正式的语言，就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，好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喜欢旅行吗？很多人学中文是因为他们想去中国玩。去旅行的时候，我们最常说的话是什么呢？当然是你好，谢谢，多少钱？我想要这个。在中国，如果你走进一个商店，你可以说：“你好，我想买水，这瓶水多少钱？”店员会说：“3块钱。”你可以回答：“好，谢谢。”非常简单，也非常实用。有时候，你还会想问厕所在哪里，你可以说：“请问厕所在哪里？”这是每个旅行者都要学的一句话。如果你想坐地铁或打车，也很容易。你可以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我要去火车站，或者请到机场。”记得加一个请，听起来会更礼貌。中国人很喜欢听到请和谢谢这两个词，很小，但很有力量。如果你去餐厅点菜，你可以说：“请给我一杯茶。”或者“我想要一碗面。”当你吃完饭时，服务员可能会问你：“好吃吗？”你可以笑着说：“很好吃，谢谢。”如果你觉得太辣，也可以说：“有点辣，但我喜欢。”这样说很自然，也会让人觉得你真的在享受那顿饭。旅行中最有趣的事之一，就是和当地人聊天。即使你中文还不太好，只要你敢开口，他们都会很开心。比如，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小狗，可以说：“好可爱啊！”主人一定会笑着回答：“谢谢。”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，它也是连接人心的桥梁。那如果你是在中国工作呢？在办公室里，你会听到很多常用的句子，比如“早上好”，你今天忙吗？我们开会吧。每天早上到公司，你可以对同事说：“早上好。”中午一起吃饭时，可以问：“你想吃什么？这家店怎么样？”在工作中最常见的句子还有：“我们一起做吧。”这个我来帮你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别人稍等一下，你可以说等一下，或者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工作中礼貌和合作非常重要，所以像麻烦你了、不好意思、谢谢这样的词，你可以多用一点，他们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友好、很专业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中国实习的时候，老板每天早上都会对我们说：“大家早上好，今天也要加油哦。”当时我觉得这个加油很有趣。后来我发现，中国人很喜欢说加油，不只是比赛时说，在生活中也会说。比如朋友考试前，你可以说加油；同事工作累了，你也可以说你很棒，加油。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词，听到它总会觉得有人在支持你。生活里，我们每天都在用中文做各种事。早上起床，你可以说“我起床了”；看见阳光，你可以说“今天天气真好”；去上班的路上可能会堵车，你可以说“今天路上好堵啊”；到公司看到同事，可以说
你喝咖啡了吗？下班以后，朋友叫你一起吃饭，你可以说好啊，一起去。这些句子都很短，但你每天都可以用。真正的中文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。在超市买东西，你可能会听到要袋子吗？你可以回答不用谢谢，或者要一个谢谢。当你不太懂别人说什么时，你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，或者可以再说一遍吗？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们让别人知道你在认真听，也让对方可以用更慢的语速帮你。有时候你还可以加一句我在学中文，相信我，对方一定会笑着说哇，你中文很好。这时候你可以害羞地笑笑，说没有没有，还要多练习。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回应。如果你去理发店，可以说剪短一点；如果你去医院，可以说我头疼；如果你在学校，可以说老师，我有问题；如果你在家，可以说今天我很累，我想休息。这些句子看起来简单，但每一句都是真实生活中最常用的。有时候，生活不只是工作或学习。比如，你下班后想去喝咖啡，你可以对朋友说：“我们去喝咖啡吧。”坐下后，你们可能聊聊今天的事。朋友说：“今天我好累。”你可以说：“我也是，今天真的太忙了。”他问你：“明天你有时间吗？”你可以回答：“有啊，下午可以。”就这样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中文变得越来越自然。说到朋友，其实在中国交朋友也很容易。很多中国人看到外国朋友会很好奇，也很热情。如果你会说一点中文，他们会觉得你特别可爱，也会想和你聊天。比如，你可以问：“你喜欢旅行吗？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”他们可能回答：“我喜欢看电影、唱歌、吃火锅。”你可以笑着说：“我也喜欢火锅。”一下子就有共同话题了。在社交时，有一些词特别有用，比如“真的啊”“太好了”“真的吗”“好厉害”，这些都是自然反应，让对话更有感情。比如朋友说：“我下个月要去日本玩。”你可以说：“太好了，真羡慕。”或者他说：“我昨天加班到12点。”你可以说：“天啊，你太辛苦了。”这样一来，你们的对话会更自然，也更有温度。学习语言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它，每天用一点中文，不要怕说错。当你犯错时，只要笑一笑，说：“啊，我说错了。”大家都会理解的。中文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条路。你走一步，就会看见更多风景。你学到的每一个词，都在让你的生活更丰富。不管你是在中国，还是在别的地方，只要你愿意用中文去表达，你就已经在成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一些常用的表达特别方便。没关系。当别人说对不起时，你可以说没关系。可以。当别人问你我可以坐这里吗？你可以说可以。行也是可以的意思，但更口语。比如我们明天去。行。真的，用来表达惊讶或确定。真的吗？真的很好吃。对，用来表示同意。对，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些简单的词听起来不起眼，
但在日常对话中非常常见。你也可以学一些生活小句，比如我在等朋友，我在看电影，我在做饭，我在上班，我在学习中文。这类句子非常实用，因为我在加动作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。比如你在发微信时，朋友问你在干嘛，你可以回答我在吃饭，我在写作业，我在休息。这样的回答又短又自然。说到微信，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它。你可以学一些微信上常见的话，比如到了，在路上，马上来，你吃了吗？我等你，太晚了，早点睡。这些话看起来简单，但如果你真的和中国朋友聊天，你会发现每天都能用到。比如朋友发你一张吃饭的照片，你可以回看起来很好吃。这种轻松的互动会让你的中文越来越自然，也让你更容易融入中国文化。其实，学语言最重要的不是背单词，而是去感受、去用。比如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写着便利店的招牌，你可以在心里读一遍。看到出口、入口、地铁站，你也可以默默地练习。每次看到、听到、说到中文，都是一次积累。当你真的用中文去生活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中文并不难，它只是需要一点耐心和很多微笑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这次温柔的小对话，也希望这些句子能在你下次旅行、工作或生活中帮到你。如果你今天听到的中文里有一句让你觉得特别实用，那就多说几遍吧。谢谢你陪我一起聊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加油，继续练中文，再见。